輕快旋律搭配未來科技感的 MV， 南韓人氣團體 Cortez 新歌《Asahi》一推出，立刻掀起話題。這首歌的靈感就來自於他們制作專輯間天天吃的巴西莓果碗。Asahi 也就是巴西莓，原產於亞馬遜雨林，富含花青素、多酚，還有膳食纖維等等，被譽為超級食物。不過你知道嗎？這種來自南美洲的水果，在屏東的新皮鄉也有人栽種。跟着果農曾憲宇走進了果園，放眼望去，細長的樹幹，乍看還以為是椰子樹或是檳榔樹。抬頭一看，一串串像掃把般展開的果穗，結滿了深紫色的巴西莓。不過，這果實長在2-3公尺高的樹幹上，要採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雙腳一頂，雙手往上攀，只見曾憲宇利落地踩着爬樹器，沿着樹幹快速往上，很快就來到了採收高度。但這爬樹器我倒是第一次見。這個大概也是台灣唯一，沒有人會買這個怪東西，因為這個是日本在修剪楓樹葉。過去曾憲宇曾用割檳榔的方式採收巴西莓。但成熟的莓果一碰就掉了，一刀下去，成熟的果實散落滿地，剪完太陽都要下山了。因此，曾憲宇特別從日本引進爬樹器，看似簡單，實際操作卻完全不是這樣。剛才看老闆操作超級簡單，但實際試試看。等一下，有上去嗎？有，然後，好像可以耶！嘴上說可以，但老闆10秒就上树，我卻用了快5分鐘。因為爬樹器本身就有重量，必須靠雙腳、雙手和全身的協調，一步一步往上移動，其實相當耗體力。老闆，剛才看你很輕鬆哎，這樣實際上鋸那邊、鋸這邊就是鋸不掉，真的花了我好大一番功夫，割不動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很重。好，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巴西莓鋸下來了，然後最後採收的方式就是把它丟到下面去。OK 嗎？耶，完成。做得很好，下次還是交給專業的來。如今正值巴西莓採收季，果園結實累累，很難想象10幾年前這土地種的全是檳榔，而且果農曾憲宇本身也不是務農出身。我那時候在傳播公司當製作部經理，要負責很多工作，然後很忙。剛好工作了幾年之後，我在想說，這好像不是我要的那個生活形態。每天早上9點上班，晚上11點下班，一個月休1-2天而已。對啊，超壞了呀！就想說好累啊。剛好父母親又身體不好，我說乾脆回家好了。對那時候檳榔還不錯，還可以啦，還可以，不會像現在那麼糟。我們父親種全部都是檳榔。回鄉後，曾憲宇一邊找工作，一邊跟着父親種檳榔。然而，隨着檳榔產業逐漸沒落，苦撐10年後，父親過世，他決定尋找新的可能。我當兵的那個時候，我二姐那時候她43歲，她生病得血癌，那時候讓我感覺就是，生命很脆弱，健康很重要。可能就是那時候那個觀念一直就植在我心裡了。沒多久他就走了，對，沒多久，但是就是43歲那一年，才43歲呢，很年輕呢，對啊，那時候我才22歲左右而已啊，對啊，所以那個衝擊，心裡的衝擊很大，所以之後當我要改種的時候。就是檳榔要改種水果的時候，當我不知道什麼水果的时候，我的目標就是健康營養。我在網絡上在找苗的时候，關於巴西莓，在網絡上就寫
地球上最營養的水果。哦，我看到那個說我要種這個，哎呀，我要種這個。什麼是巴西莓？我根本不知道，我只看到那幾個字：地球上最營養的水果。一開始，曾憲宇同時種植巴西莓、印度椰棗以及夏威夷果各20棵，沒想到一場颱風，夏威夷果被連根拔起，印度椰棗種了10幾年沒有開花結果，唯獨巴西莓在第5年順利結果。只是種水果終究還是得看老天爺，樹幹斷的斷，塌的塌。2024年山圖爾颱風重創果園，曾憲宇花了好幾年種出的1000棵巴西莓，一夕之間倒了600棵。其實那時候颱風夜的時候，我們那個隔壁鄰居，他住在我巴西莓果園的旁邊。他說：“叔叔，他是一個小男生，叔叔，你的巴西莓一直在啪，一直在啪。”就是折斷的那個聲音啊，一直折斷的聲音，一直在斷呢。我就跟他講啊，我能怎麼辦？就讓它斷啊，颱風一直掃啊，一直斷啊。他看得比我還緊張，我說我也沒辦法，老天爺要滅我就讓它滅吧，巴西莓之所以怕風，從樹幹的橫切面就看得出來。支撐樹體的木質部只有0.5公分，遠比檳榔還要細。不過曾憲宇也發現，一批苗種種出的巴西莓，這樹體的高度只有一般巴西莓的1/3。未來如果能兼具抗風和結果的能力，將有望成為新的希望。但說了這麼多，巴西莓到底得怎麼吃？巴西莓外形有點像藍莓，也有點像樹葡萄。剝開一看，幾乎沒有果肉，只有薄薄的一層果泥。原來呀，巴西莓90%都是果核，不像一般水果可以直接食用。當初曾憲宇就納悶，這要怎麼吃？拿去賣應該也沒有人要買。因此，曾憲宇特別從巴西引進專用的機器，按照巴西當地做法研究清洗、冷卻、殺青和打漿。喝下去的感覺就是葡萄皮的味道，然後不錯啊，它的口感不錯，很滑順，然後有一點粘稠，然後就是加牛奶的話應該會更好喝。比較像是果汁感，但它比較像是蔬菜汁、蔬果汁這種自己打的那種蔬果汁的味道，這樣子，一點草味的感覺。原汁不甜也不酸，尾韻帶有淡淡的青草香。不少人會加入水和蜂蜜調和，夏天喝一杯最對味。另外，巴西莓也能搭配香蕉打成果昔，再撒上水果、燕麥等配料，成為近幾年風靡全球的巴西莓果碗，深受大朋友小朋友的喜愛。目前已經有美國、日本業者主動接洽，希望引進巴西莓產品，但受限於產量，始終難以大量供應。如今，曾憲宇最大的心願就是攜手更多屏東的農民擴大種植。屏東不缺土地，對，但是就是缺優良的水果。巴西莓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選項。然後如果大家有志一同的話，能夠成立一個產銷班或者是合作社，因為其實巴西莓的運用種類還蠻多，它不是只有做就是喝的果漿。回頭見，從當年的不確定到終於開花結果，曾憲宇等了好幾年。他堅持的不只是種出一種水果，更希望種下健康，從屏東這座果園帶給更多人。